真的太奇怪了，为什么每次打开音效文件夹要卡半天？什么？旋律又遇到麻烦了？我来！不能那么兴奋，我可是正直的技术宅。于是我把旋律的音效文件夹要过来了。大家看好，我新建一个文件夹，把压缩包拉进去，然后解压到当前文件夹。此时似乎没啥问题，我回到上级文件夹，然后再点进去。此时资源管理器直接白屏，直接卡住了，足足卡了20秒。什么情况？里面才仅仅35个文件啊，为什么会卡那么久啊？更离谱的出现了，我们点开里面另外一个音效文件夹，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眼睁睁看到文件名一个个的消失了，只剩下图标了。然后突然文件名再卡出来，这些音效文件难道有毒吗？当然了，并不是有毒，音效文件都是正常的，出问题的是 Win11。没错，这又是一个系统的 bug。本期视频，我携手我背后的男人，一起来帮大家找到打开文件夹卡顿的真相。分析这个卡顿的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微软自家的工具 Process Monitor。这个工具可以监视整个系统所有进程的行为，谁在干坏事一目了然。当然了，系统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行为，直接看肯定看花眼，所以我们需要设置一些过滤器。既然是卡顿，大概率是有文件在读取，我们就拿文件夹中一个文件作为 pass 关键字。比如你们有一个文件叫超辣身材，别问我音效文件夹为什么有这个。我是为了测试不同类型的文件对卡顿的影响。这样设置之后，不管是谁，只要和这个文件有任何染指，立马被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复现了一次。我的天哪，这个文件为什么连续被访问了10几次？这么有趣的事情，我怎么能让背后的男人错过呢？经过变量的逆向，我们发现了一个奇葩的现象，就是单纯打开一个文件夹，居然至少有7种不同的系统组件在访问这些文件，而且奇葩的是，这些组件都会读同一个文件，它们之间的数据似乎也不共享，你读你的，我读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奇葩的现象，就是当你以详细信息试图浏览这个文件的时候，你看上去文件属性，比如歌曲信息等等，是一个个读出来的。然则不是，它是先把所有的文件信息一次性读一遍，然后再一个个再读一遍屏幕可见的文件，再逐渐 UI 显示出来。这是不是非常反直觉啊？没错，这就是不同的组件都在干一件事的后果。而且更加奇葩的是，当你把视图改成平铺的时候，卡的时间会更久，甚至超过详细信息，因为平铺比详细信息的单屏可看到的文件更多。然后我们逆向也发现奇葩的事情是，平铺并不会展示 MP3 的 ID3 信息，但是当你切换成平铺的时候，系统依然读取了一遍 ID3 信息，这不是坑爹吗？这里插入一个小科普啊，我刚说的 ID3 信息是保存在 MP3 文件中的歌曲详细信息，比如歌手啊、专辑啊、流派啊。为什么要每次打开文件夹都要读取所有文件？为什么这样设计？当我新建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我们点击属性，有一个自定义选项卡。大家会发现，系统会通过你的文件夹中的文件类型来自动给你的文件夹设定分类，比如常规、音乐、图片、视频等等。我以为它是根据我第一个存入的文件来设定文件夹的自定义分类，其实发现我错了。例如，我先放一个 ZIP 压缩包进去，它的分类是常规，然后我把旋律的音效文件放进去，然后它的文件夹分类就变成了音乐，然后我又把一个超辣身材的舞蹈视频放进去，结果文件夹分类依然是音乐。推测还是通过谁数量多来判断分类，少数服从多数啊。我们认为之所以每次要把所有的文件读一遍，很可能就是在做这件事，判断文件的类型。于是我写了一个程序，随机生成100个随机内容的 MP3 文件，然后存入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我们不点进去，我们看属性，自定义分类是常规，然后我们再点进去，卡老半天之后再点击这个文件夹属性，它变成了音乐。于是我很好奇，我把这个程序改成生成100个 ZIP 文件和50个 MP3， 结果点进去发现类型还是常规。然后我们再生成100个 MP3 和50个 ZIP 时，文件夹属性变成音乐。果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逻辑啊。我们不可能逆向所有系统模块，那不现实。但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是，负责给文件夹设置自定义属性的模块和负责显示文件音乐信息模块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开发团队，信息也不共享，导致反复读取。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Win11 的文件资源管理器存在不同模块反复读文件信息的问题。可能大家以为这就是导致卡顿的原因了吗？看看进度条，答案是否定的。这些原因肯定会导致卡顿，但不至于那么卡。可能没做过开发的朋友不知道 ID3 信息格式啊，我反正在高中的时候就写过文曲星的 MP3 播放器。MP3 文件规范中 ID3 的数据结构其实很简单的，读取 ID3 信息理论上非常快，就算程序员水平再菜，也不可能比高中时期的我还菜吧，不至于导致那么卡的。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次巧合中。我又创建了一堆随机文件之后，我自己开发的 AI 监控系统报警了，提示捕鼠器抓到了一只老鼠。于是我立刻烧了一壶水，把那该死的老鼠处理掉。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打开这个文件夹，咦，怎么不卡了？此时我突然想起边亮最开始提到过的索引这个问题，会不会是系统索引导致的？最开始我们意识到索引会有多影响性能，但我处理掉老鼠之后，文件夹变流畅，可以看出我在处理老鼠的过程中，可能系统执行了索引。于是我查看了索引设置，果然索引是包含我这个文件夹的。于是我立刻把索引排除了这个文件夹，果然没那么卡了，那还真是索引啊。然后我再把索引打开，然后没开2度，我靠，又卡了，果然是索引导致的，真是奇葩啊！我的索引只是索引文件类型，又没打开文件内容呢，居然也会这么卡。或许你以为这是巧合，那我来给你展示金标准。我们把索引打开，然后把索引进程 search indexer.exe 挂起，然后这个文件夹直接卡死。然后我们恢复 search indexer.exe， 这些管理器马上活过来了。通过进程监视器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进程和任务管理器进程两者同时在访问我正在打开的文件夹，所以我们推断可能是多个系统模块资源竞争导致的。做过多线程开发的朋友应该知道，当同一个资源池被不同的线程同时访问，就需要加互视锁。也就是说，我访问的时候你就得等我，你访问的时候我就得等你。当访问次数增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你等我，我等你的这样的损耗加重。而反馈到文件系统中的时候，多进程访问这种等待带来的开销会更加放大。所以结论很明显了，就是索引和文件 ID3 信息解析撞到一起导致卡顿。不过好消息的是，我和学历的电脑都是旧版本的 Win11，而边亮的 Win11是4484最新版，应该是优化了，它没那么卡。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出现打开音频文件夹卡的情况，可以考虑关闭此文件夹的索引，避免使用平铺视图，尽量不要把文件都丢到桌面，因为桌面本质也是平铺视图，而在索引中会导致进系统变慢。尽量更新到最新版本的系统，也可以避免陈旧 bug 的影响，还能打上安全补丁。哦，对了，再补充一点，如果你经常访问局域网，最好清理一下访问记录，因为你打开计算机的时候，系统会读取你以往访问的记录。如果你曾经访问过局域网中的文件，此时不在局域网中了，会导致卡很久。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逆向的，记得关注我和边亮哦。